嘿，朋友們，有沒有發現，我們從小到大腦子裡總被塞滿了各種各樣的道理，有些確實是金玉良言，可有些仔細一琢磨，是不是那些有心人為了自己的小算盤，故意編出來忽悠我們的？今天咱們就來掰扯掰扯社會偷偷灌輸給你的15個不靠譜的觀念，幫你把腦子裡的那些雜音清理清理，活得更通透、更自由，別做不合群的人。第一條也是最常見的一條，你可別不合群呢。從小到大，我們是不是總被教育要融入集體，跟大夥兒步調一致？反正出錯了也有人一起擔着。可你想過沒？當你的稜角被磨平，個性被壓抑，是不是也把那些本該屬於你的獨特機會和輝煌人生給一塊磨沒了？真正的牛人，往往都是那些染於逆流而上，不屑於合群的人，他們的認知超越了雞毛蒜皮，才能看到大多數人看不到的風景。別忘了，成功者永遠是少數，而這少數人往往就差那麼一點點與眾不同的勇氣。消費至上，再說說第二條，簡直就是當下最厲害的精神鴉片。消費至上，你看各種廣告、網紅媒體，鋪天蓋地的告訴你，趕緊買買買，及時行樂，錢不夠，借呗分期唄。他們利用你的虛榮心給你洗腦，掏空你的口袋，把你变成一個不停工作的乾電池。以前奴隸主用提鞭逼你幹活，現在呢？更高級更隱蔽，他們用買買買的誘惑，讓你心甘情願背上債務，然後為了還債拼命工作。聽起來是不是比挨鞭子好受多了？但本質上你還是被套上了無形的枷鎖。所以啊，咱們這些剛起步沒多少積蓄的年輕人，要做的不是怎麼借錢消費，而是怎麼管住自己的手，把那些不必要的開銷砍掉。富人借錢是為了投資，窮人才借錢享樂。學會延遲滿足，敢於理直氣壯地說一句我買不起，這才是你擺脫消費陷阱走向財務自由的第一步。加班是美德。第三條，加班就是美德。你身邊是不是也有這樣的人，一天工作10幾個小時，節假日上下班對他們來說根本不存在，辦公室就是第二個家，家裡則是個帶床的辦公室，好像不加班就等於不努力，甚至還會被那些加班狂們鄙視。可是我們到底在為什麼加班？別忘了，過度的加班不僅會毀了你的身體，影響家庭生活，甚至可能讓你錯失真正的晉升機會。工作再重要，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下班了就徹底放鬆，多陪陪家人，读读書，做點自己喜歡的事，把工作和生活分清楚，你會發現效率更高，生活也更精彩。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第四條，一句聽爛了的話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長輩們閱歷豐富，這沒錯。可你想過沒？時代在變了，他們那一輩的成功經驗拿到今天還管用嗎？有些長輩打着為你好的旗號，逼你做這做那，如果你一味順從，結果可能根本不適合你，甚至會讓你吃虧。記住，他們的出發點也許是好的，但他們的經驗可能已經跟不上時代了。你的未來必須由你自己深思熟慮後做主，別讓那些過時的觀念束縛了你。人生本就是要不斷嘗試，不斷犯錯，從錯誤中吸取經驗，才能走得更遠。畢竟一代人終將老去，但總有人正年輕，我們這代人得有自己的活法。學歷就能證明你的能力。第五條，學歷就能證明你的能力，聽起來多順理成章啊！可實際上，學歷頂多就是一張敲門磚，證明你按部就班地讀完了書。至於你學得怎麼樣，能不能把知識用到實際生活中，那個就兩說了。社會上多的是有學歷沒能力的高材生，也多的是沒學歷卻在某個領域做得風生水起的掃地僧。能力這東西啊，它是個子，包含你的家庭、學校、社會教育，還有專業知識、職業道德、思維方式等等。它不是學校的專屬產品，只要你肯學，有恆心有好的資源，就算沒學歷，一樣有機會成為頂尖人才。記住，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，光有知識儲備還不夠，更重要的是你的學習力，也就是你快速獲取新信息、掌握新技能的能力，這才是你立足社會的真正鐵飯碗。把錢放在銀行最安全。別有條，老一輩人常說把錢放銀行最安全，這話以前或許有點道理，但現在你可得警惕了。銀行那點利息根本跑不贏通貨膨脹，物價蹭蹭往上漲，你的錢在銀行裡就是躺着貶值。今天30萬，10年後可能只是15萬的購買力，這不就是越存越窮嗎？反過來，同樣是30萬，如果當年拿去投資房產，現在可能就是300萬了。這就是投資的魔力。尤其現在全球經濟動盪，利率降到0甚至負數，如果你身上還有房貸、車貸、信用卡這些債務，更要小心了。銀行可不是慈善家，以休想從他身上占到便宜。別再天真的以為把錢存起來就能保值增值了。爭當英雄最光榮。第7條，爭當英雄最光榮。我們從小被灌輸要勇敢、要奉獻，甚至要犧牲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那些為了所謂的英雄身份而犧牲的生命，真的值得嗎？就拿阿富汗戰爭來說，幾十萬美國青年去了戰場，無數人死傷、心理創傷，甚至自殺。可最終的戰爭的真正目的是什麼？那些死去的英雄可能很快就被遺忘，而真正坐享其成、毫髮無損的卻是少數人。我們看到的常常只是英雄凱旋的高光時刻，卻忘了去審視戰爭背後的殘酷和利益。
更多時候，所謂的正義和光榮，不過是某些人用來粉飾戰爭、鼓動犧牲的漂亮說辭罷了。為弱者打抱不平。第8條，為弱者打抱不平，這本是種美德，可到了今天這個互聯網時代，它卻變味了，甚至成了博眼球的流量密碼。你看那些健談俠在網上義憤填膺，口誅筆伐，恨不得把人噴死，因為這一切都是匿名的、免費的，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。可一旦真要他們捐款出力資助一下，立馬就銷聲匿跡了。在網絡的偽裝下，有人裝富二代，有人裝美女帥哥，自然也有人喜歡裝聖人。更諷刺的是，他們靠着別人的點讚和轉發，真的就以為自己是高尚博愛的聖人了。這種虛假的滿足感，其實是一種自我欺騙。真正的幫助需要的不是口水，而是真金白銀的付出和行動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第9條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這句話是不是讓你對很多聳人聽聞的謠言都半信半疑？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，人們對真相反而沒那麼在意，更喜歡那些誇張離奇、能博人眼球的消息。為什麼謠言屢禁不止？因為背後有巨大的利益鏈。那些自媒體為了流量、為了廣告費，會編造各種極具吸引力的標題和內容，讓你忍不住點擊轉發。還有些無聊的人靠散布謠言來刷存在感。可謠言真正的代價是什麼？不是你把謠言當真，而是當謠言聽多了，你的大腦會漸漸失去分辨真相的能力，變得麻木不仁。公職人員是鐵飯碗。第10條，公職人員是鐵飯碗。這話在我們父輩那代人眼裡簡直就是金科玉律，他們覺得當公務員就是一杯茶、一張報紙看半天的清閒日子。可現在呢，別說公務員了，這世上根本就沒有什麼永恆的鐵飯碗。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發展這麼快，新的職業形態層出不窮，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個風口在哪兒。真正的鐵飯碗，不是你能在一家公司吃一輩子飯，而是你無論走到哪裡都能憑自己的能力找到飯吃。你的金飯碗永遠是你的能力和學習力，而不是一份所謂的穩定工作。一點小事不值得哭。第11條，一點小事不值得哭。我們是不是常常被教導要堅強，要忍着把眼淚往肚子裡咽？可你知道嗎？壓抑自己的情感反而會變成一種沉重的負擔，甚至導致心理問題。哭泣、大笑都是我們最真實的情感宣洩。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一樣重要，它也會生病，也需要治療。別為了所謂的面子而遮遮掩掩，耽誤了最佳的治療時機。有淚就盡情流出來吧，讓自己的真情實感完全釋放，這才是愛自己、保護自己的表現。要做一個精緻的人。第12條，要做一個精緻的人，這聽起來多美好啊！但它常常被曲解成一種偽精緻。鮑德里亞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，我們買東西不光是為了用，更多時候是為了炫耀那種舒適和優越感。你曬一個大牌口紅，想表達的不是我買了個口紅，而是我有錢買大牌口紅。哪怕是攢了很久的錢，甚至是分期付款買來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個人設。可你真的以為自己在消費時是自由的呢？真相是，你的每一個消費決策都是廠家、明星、廣告、大數據聯手設計好。我們總以為自己是棋手，玩着消費這場遊戲，結果發現我們只不過是棋盤上的一個棋子。別人都做不到的事，你肯定也做不到。第13條，別人都做不到的事，你肯定也做不到。是不是從小就聽過類似的話，勸你別瞎折騰？周圍的人，尤其是那些習慣了平庸的人，專門見不得你出色，甚至巴不得你失敗，這樣他們心裡才舒服。所以當你想要嘗試新事物，聽到有人勸你放棄吧，不可能的時候，千萬別氣，因為除了你自己，沒人真正了解你需要什麼，什麼才是最適合你的。那些敢於嘗試、敢於突破的人，往往會遭到嫉妒和打擊。但記住，你的實力才是最好的回擊，別甘於平庸，用你的行動讓那些不爽你的人統統閉嘴。流量為王。第14條，流量為王。在這個互聯網時代，你每一次點擊、關注、點讚都會留下痕跡。大數據就像一只無形的手，記錄下你的地理位置、興趣愛好、社交關係，給你畫了一個精準的用戶畫像。你以為你只是在刷手機？不，你的每一次點擊都可能意味着一筆廣告和商業利益。為了追逐流量紅利，很多自媒體甚至不惜蹭熱點、博眼球，把社交美學凌駕於道德和法律之上。長此以往，人們對社交媒體的信任正在一點點流失，所以別被流量蒙蔽了双眼。那些熱門的、誇張的信息背後，往往藏着不為人知的目的。抓緊時間成家立業、結婚生子。第15條，也是最後一條，抓緊時間成家立業、結婚生子。是不是覺得人生好像被設定好了劇本？20-30歲就該結婚生子、安穩工作，一眼就能望到幾十年後的樣子？這就像一部被劇透的電影，毫無驚喜。可憑什麼我們要按照別人設定好的劇本去演？你才是自己人生電影的導演和主演啊！20歲、30歲、40歲、40歲，甚至60歲，每個年齡段都有無限可能。去跑，去跳，去愛，去嘗試所有跳出框架的改變，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享受的權利。遵從你內心的聲音，從現在開始只為自己而活，活出你真正想要的精彩。好了，朋友們，今天咱們一口氣聊了這15個社會上那些似是而非的觀念，希望這些話能給你帶來一些啟發和思考。
幫你卸掉一些無形的包袱，活得更輕鬆、更通透。別忘了，獨立思考，勇敢做自己，你的人生才真正屬於你。